欢迎收看邀约评测特刊，我是边浮云。约评厂牌混沌，这是品牌黑暗骑士归来系列的第3个作品，变种人首领。这选题步子迈挺大。包装延续了系列统一的美术风格和制式，荷兰版材质的小天地盒，峰绘为黑底儿白墨的人物肖像，点缀以喷溅式的鲜红血液元素。战争领袖加格尔依然是第三方厂商的擦边球，人物名字也明显挪用自一位知名的摇滚乐手。这个人物的身上也确实有朋克摇滚的元素，盒背依然是特征化的原作场景剪影，面对巨型的蝙蝠装甲车，怒吼的变种人首领。不过这盒背附的亮膜让这场景的质感显得发飘。明明正面的覆膜是触感膜啊，想要基于喷溅的血色作为盒子两面的工艺选择依托，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啊。背面就是个愣亮，显得场景就没层次。作为厂商黑暗骑士归来系列的第3个作品，没有选择先发售个重涂的蝙蝠侠或者超人之类的电一手，或者出点故事中次一级的高人气角色，直接就做变种人首领了，这步子可迈挺大。这个角色在大众意义上讲肯定不算讨喜。变种人首领是弗兰克·米勒为黑暗骑士归来原创的反派，在故事的遭遇战中战胜了年迈的蝙蝠侠后，又被蝙蝠侠利用战术击败。角色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抨击青少年暴力，且人物称谓和人物形象都有着明显的玩梗意图。变种人的作战领导很直观的能让人联想到 X 战警中的镭射眼队长，怕你领会不了这层意思，人物的特征互镜带的都是同款，且角色在故事中就没有向着有牌面有品位的高智商或是人格魅力型反派去刻画，是一个只宣扬且崇尚极端暴力的莽夫。而且通过他的一些演讲内容可以判断，现在镜头里的这个小子可能是个未成年，也可能刚成年，反正至少是个青少年，长得确实挺成熟。所以像这种在故事中角色内核扁平化、角色外观象征化的形象，就非常适合在还原角色外观、抓取角色特征的基础上，在外观上增加更多的刻画细节。厂牌这次在产品上融入写实笔触，并深化特化外观的设计感上很到位。产品依然沿用了本系列的汗马功劳爱德玛素体的基础框架，大小臂的维度和线条的处理都有模具上的微调。这次人物因为手脚上的特殊元素，原作中肩长的指甲，所以裸露的手脚都开了新模，尺寸维度上都大了1号。元素体那种精致的肌肉、秀气的手脚，这个大手大脚一下就把这类观感冲淡很多，衬托的整个身形都更粗暴有力。我虽然调侃这个汗马功劳的素体是品牌方针对弗兰克·米勒作品的专用，但截止目前为止，本系列最适配这个素体的角色真就是今天的变种人首领。其他使用这个素体的角色，不论是蝙蝠侠还是马文，都一定程度的在作品中体现出苍老和疲态。超人也需要顾虑其强壮素体在经由布衣修饰后线条的流畅感，而变种人首领可以最直观的暴露并展示出这身肌肉的视觉冲击力，这也是在原作中的一战里让年迈的蝙蝠侠追忆并羡慕的年轻躯体和正值巅峰的体能。同时厂商也有意的在人物夸张的维度上为肌肉分离度做2次强化，人物几乎每一条较深的肌肉刻线或是较为突出的肌肉走势线条，都利用扫图和勾线的方式为刻度和分离度做了2次强化，让肌肉形态维度的表现力能更炸裂。这次的人物明显也使用了一个特殊肤色，阴冷灰白的白化病感，肤色涂装的渐变和这种灰白的浅肤色下，仿佛能透过皮肤看到血肉的这种通透感，让素体的皮肤质感有较高的拟真度。这不是漫画的原作特征，漫画中这个角色更接近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孩子王。这个灰白肤色的加入，相当于让这个妆容面容古怪的角色增加了几分非人的怪异感，显得病态恐怖，同时没有脱离人物造型底层的逻辑框架。且类似的肤色处理在90年代的蝙蝠侠新冒险里也有过针对该角色的类似尝试。这次是3头雕的配置，一个优秀，一个出色，一个平庸。先讲俩好的，光头、大脑瓜子、大脸盘子、小眼睛、塌鼻子，针对原作化的特征和写实笔触的加入很得体，狰狞中又带有讥讽的笑容，表情非常生动。一个很点亮这个头雕的设计是没有使用动画中的白眼睛，而是沿用了电影版中的红眼，且血红的双眼里在眼珠上点缀了一笔金属红，让这个双眼时时刻刻都像在亮着一样，总是有那么一个光点在，这让双眼的眼神显得非常鲜活，整个表情也被带动的更具生命力。
尖耳朵属于偏向原创的设计，相对的能更呼应人物身上的尖刺元素。这个改动不算突出，也不跑题。这个牙齿没有拆模制作，应该是先涂的牙床子，后涂的牙。牙上细看还有一些红色的反底，而且牙齿上没有上光油，没有牙齿的质感，细看就这一笔白，显得比较死板。另一个表情头表现为暴怒的嘶吼，嘴巴夸张的开合幅度，直观的血盆大口，外翻且不对称的嘴唇，让情绪表现更激烈。头顶因为暴怒泛起的青筋和轻微的涂装，再配上相比另外2颗头红点更大更突出的眼睛，让这个激烈的神态和想表达的情绪特别有感染力。工艺的亮点肯定在这个牙上，这套的牙是拆模制作，每一颗都有极其突出的精度和锐度，而且每颗牙都是独立的，不和其他牙齿粘连，让这个牙的釉面光泽也相当真实。再配合牙龈和牙根上的每一个渗线，让这小牙像是一个一个直上去的一样，有着很夸张的精致程度。满口被磨尖的鲨鱼牙和原作中张嘴仿佛七塞曼让人不适的那种兽化感，通过这一嘴牙和头雕的情绪有着非常直观的体现。这颗头非常出色。默认头雕平镜头，都熟人咱少套词了啊，平庸不太合适，很差。这个头雕的构建逻辑、情绪表达完全不对。现在这个头表现为人物不高兴，有点委屈，甚至我能感觉到一股班味儿。能联想到的是连续加班4个礼拜的程序员等待放假。作为一个没有城府甚至没啥教养的反派，这个表情的表达明显偏了。这颗头应该体现出人物的愠怒暴躁，现在的表情力度明显不够，它不能是简单的撇嘴，还需要一些咧嘴咬肌发力的这个状态，把这种即将爆发的情绪传递给观众，而不是现在的这个委屈屈想下班。这个头雕相比其他2颗头断崖式的低分还是比较致命，相当于配置的3颗头变成了2颗。另外2颗头表情既有原著依托，又有造型和视觉张力，甚至还更精致，就导致这颗头雕它是完全没有被选择权的。和头雕强相关的还有护目镜，给了3副，是3配3，适配效果和适配程度3颗头都挺理想，但是这个头上了护目镜也抬不起来，还是瞅挺窝囊。护镜和本身头雕的融入感、完成度都算比较高，有2个可以提升的点。第一是这护镜的红色涂装不够出众，因为人物眼部点缀的这一笔金属红，让双眼时刻都像在亮着一样，导致它和这个红色的护镜有了一定的落差。戴上这护镜，眼睛还没有不带亮呢，那可能就需要在2侧勾一些更深或是更浅的金属渐变色，让这个护镜也像发亮一样。还有一个点是护镜构建了一个起级，不过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护镜的这个红色镜片它过于窄了，因为人物戴上这个护镜本质上是由它代替了人物的眼神，极细的红线它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深邃，相对的低沉，这显然和角色的基调是不符的。红色再宽点，由线变条，传达的情绪就更激烈，更有进攻性了。人物身体上其他的特征化装饰元素也有附属可以选择性的安装，尖刺的脚环、手环，腰带上的铁链，头顶的饰品和尖刺乳头，这手环还能一定程度上的遮挡手腕的球关节，让这个外露的素体更完整。这些特征元素相比原作的配色上做了一定调整，原著中为这个人物增加的点缀色是橘黄色，身上一样的钉扣都是，厂商是把它调整成了黑色和金属银色，相对的也算是为作品融入的写实化风格做协同调整，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的强化这个人物身上金属朋克的元素。腰带的改动幅度是较大的，原作中基本就是和手脚环一样由钉刺组成，作品加入了一些更真实的写实化元素，同时强化了其金属风格，还增加了2条挂链，也是属于点缀性的强化风格并不抢戏的设计。人物头顶和乳头上的钉，这玩意儿说它是金属朋克或者是哪些流行元素的影响就太过强行了，不论中美文化里的哪一方，在这种位置做身体穿孔埋钉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社会人象征，这本来就是作者的创作基石，一个自以为啥都敢干并且很酷的校园恶霸式的角色。不过漫画中的作画不咋严谨，头顶的装饰看作画应该是埋钉，且不仅双乳和头顶，锁骨上也埋了一圈。但是在蝙蝠侠驾驶坦克并一顿炮轰之后，面对枪口的变种人首领就变成了秃头，锁骨上的钉也不翼而飞了，从此也没再出现过。也可能是想表现这一角色内核的空虚，拿胶布条贴的，炮一炸风一吹没了。不管是真钉还是假钉啊，这些元素对于国人的审美冲击那还是有点太大了，所以厂商把这2个元素在呈现上做了更重化的处理，但在玩法上让他们更轻量。
这3个金属材质的配件都是由磁吸吸附在身体上的，觉得不适的话都可以摘掉，能缓解不少人对于产品的审美焦虑。当然了，这样的处理是有代价的，这些位置都是纯磁吸，没有辅助的配位槽或是桩，所以本质上不具备稳定性、成立能力，一碰还是挺容易掉的。金属乳头的配件只给了一对，这是不合适的。这个配件的尺寸太小，且这种漂浮无辅助的磁吸配位是没什么稳定性可言的，一碰就掉，那掉地下就挺容易丢。所以至少应该给第2对备品。玩家可以不喜欢这造型，主动扔了，但是备品不够，被动丢完了就不合适了。这咱就不着重展示了，也就避免一部分观众的不良观感。头饰分为2种，除了尖角长钉，还有这种金属墨西干。这也不是原作特征，原作这人是个大秃脑袋，在后续一些作品里出现的这个人物还真有这种墨西干发型的，不过也就是个异色，这个下手更狠，都是金属的了。把这个造型当作是给头发染了个金属色，倒是也挺朋克的，也算增加一个玩法，而且也在角色设定的适配范围内，想法也是不错的。下半身也有可讲，问题还挺多。这裤子在原作中没写明啥材料，不过就这角色身上一身钉的这个属性来讲，这裤子是皮裤的门大。品牌方没有使用皮裤，这也更照顾这个作品的把玩寿命。毕竟上半身就是个素体，掰肯定还是挺舒适的，下半身加个皮裤，互动体验肯定挺割裂。布料的材质偏向这种带弹力的牛仔裤，料子也没问题。主要的问题选色。用了这种黑白点交错的杂色牛仔料，对于这种小尺寸的产品来说，没有足够的视觉面积去消耗掉这个跳色的杂色点。这裤子一来显得很花，二来这种质感不像是裤子面，像是裤子穿反了的里子。作为一个角色的非特征区域，这一位置的细节也比较少，用个偏向纯色的料子，不说让它没存在感，让它不跳出来，观感上会更和谐。腰带的涂装，不论是钉扣的金属效果，还是腰带本身的皮面质感，都显得颇为真实。有个在工程上的小巧思，这腰带真正的扣合位并不在正面，它把真实的腰带扣合位隐藏在了后边，并用这么个仿金属名牌作为装饰品，这就避免了在产品正面有真实扣合位的凸起。同时背面这个作为隐藏也作为装饰性的名牌，和人物周身的金属元素也算契合，不累赘。人物光脚的脚型，黑色的长指甲，角色巨大的脚板，脚上的青筋，这些处理都可以。毛病主要是这个前踏关节，它的配位非常青涩，而且配位的紧致程度也比较一般，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凹字形的切位，且关节的线位调整也不算合理，既有前踏又有压踝，而且都比较松。前踏关节的稳定性欠缺，会影响人物站立的成立能力。融合这个较大的配位落差和切割较为生硬的切位，总是能露出穿帮的未上色区域，这属于是产品的 B 面次要细节，但是这种完成度那就显然需要提高。道具类配件比较有原作共鸣的撬棍，撬棍的外形是从原作的短柄改成了长柄，体积更大，显得更具杀伤力。开模精度一般般，但是撬棍顶上的锈蚀感为这个配件的质感增色不少。道具火炬、火苗子精度、透度、发色也过关，这也是漫画中角色最具代表性的道具。举着火炬的变种人首领在垃圾场对一群半大小子进行极具煽动性的演讲。最后一个道具匕首，这个武器在原作中变种人首领是没用过，其他变种帮的小瘪三在劫道的时候倒是常用。像这种道具吧，跟那个平镜头一个问题。其他2个道具要原作共鸣有原作共鸣，要尺寸体积有尺寸体积，互动属性也比它更高，所以这类造型普通、功能性上也没亮点的小原创道具，基本上在互动的时候没啥被选择权，可有可无。Chaos 的变种人首领，这是本系列目前为止我个人最认可的产品，造型外观的完成度非常高，为漫画角色本身融入的写实化笔触，在衣着的特征元素上向着更真实考据的生活化衣着靠拢，同时在原作内在和外在都相对更空洞的角色身上，在其人物怪异的特征上做深挖强化，同时结合漫画、动画电影和美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对于造型的再加工，让作品能脱胎自原著，并在张力上高于原著。这样的表现方式呈现方向就是正确的，没有另起炉灶的为角色缝合一些不属于他的想当然的新东西，这样的设计思路和表现方向就是正确的。把一个没什么讨论度、话题度的形象通过产品的诠释变得有吸引力，这也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好了，本期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